那今天的是老板的节目第6期。我们的老板呢？王总去哪了？他被我开除了。没有，他在忙着做账报税呢。所以今天这一期有一些不一样。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新的老板，来自日本的西川社长，我们欢迎。大家好。西川，你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吗？好的。大家好，我是西川。我在日本有一个公司，然后我的公司做手机壳和手机配件生意的。那你已经学中文多少年了？我学中文已经超过14年了。哇，真的很久吧？对，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吗？我的手机壳的工厂在广东那边，广东的东莞还有那个广州，应该你们知道吧？我觉得可能广州应该很多人知道，但是东莞不一定，是不是？那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那你肯定一年去广东很多次，是不是？对，大概1个月、2个月一次的去广州、东莞那边的。对所以从刚刚西川社长的介绍，大家也能够感受到，他真的中文说得很好，然后也很了解中国。我们以前去大阪的时候，王总和我还有西川一起吃过饭。吃过饭以后呢，王总说西川社长真厉害，他真的是一个中国通。那今天就让这位来自日本的中国通西川老板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真实的关于中国的故事。所以王总今天就休息吧。今天是西川社长的主场。今天我们会从几个方面来跟西川社长聊一聊，比如说西川社长跟中国的老板打交道的经历，还有西川社长还有西川社长怎么使用中国的 APP 呀，怎么在中国生活，还有西川社长的学习中文的心得等等。那我们先从今天的第一个部分开始。就是西川社长的跟中国的工厂老板打交道的细节。那西川社长，我先来问一个大家都很好奇的问题，就是作为一个日本人，作为一个日本的老板，你第一次来中国见到工厂老板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印象？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应该我开始中文之后我第一次去中国大陆那时候中国的老板的那个影响是怎么说很大气的那个感觉。老板大气。就是他们准备了很多好酒好菜吗？对。然后呢在现在的那个日本的那个公司的话客户来那个自己的公司的话以前是有很多机会一起去吃饭，一起去喝酒这样子的。对，就是这种应酬。但是对。但是那个最近一起去吃饭是那个比较那个觉得比较尴尬的那个客户比较多。是因为觉得不熟悉吗？
哦，对，哇，这个在中国现在还不觉得尴尬，就是大家还觉得这是一个拉近双方距离的一个方式，所以有点不一样，对，哦，对，是的，然后呢，那个日本的话应该你也日本通所以那个你知道那个。那个瓦利康，对，AA 制是不是？AA 制，对，所以有那个那个有瓦利康的那个文化，所以那个请谁吃饭这样子的比较那个觉得尴尬的感觉。对，在中国的商务的场合，就是我们默认接待客户的时候，必须要自己付钱。如果让客户付钱，是很不礼貌的。对，是的，那西川，你们是怎么慢慢的就是从一开始的是客户吧，然后是怎么后来变成好兄弟、好朋友的？那个从客户变成那个朋友的那个时间是还是在那个一起吃饭然后一起喝酒以后才变成了对所以吃饭喝酒还是在中国的情况下还是很重要的那你第一次跟他们吃饭喝酒的时候，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你那个时候紧张吗？对那个很紧张那个因为那个中国菜中国的菜是那个比较辣的，没有习惯吃还不习惯，对，那个时候还不习惯吃中国菜，对，是的，然后那跟他们喝酒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我要喝很多吗？有这种想法吗？然后那个那时候那个在中国喝酒的那个时候有啤酒但是那个很多人喜欢白酒吧对，白酒那你喝醉了吗？白酒样子的对，这个白酒的那个度数好高对，是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稍微喝一点就觉得打妹的不行了，是不是？对，是的，那喝完酒以后呢，你是自己回酒店的吗？还是他们送你回酒店的？他们送我回酒店，是的，在吃的方面，就是有什么让你觉得不习惯的吗？因为中国菜跟日本菜差别还是挺大的，是不是？那个广州的本地菜是粤菜，对，粤菜。粤菜的味道比较清淡，对，清淡，对，比较清淡，但是那个中国的比如说那个川菜还有那个湘菜的话那样的东西，那个时候就很不习惯不能吃那现在可以现在可以吃一点点吗？那个一点点有习惯了但是那个一个本地的那个湘菜川菜的话还不能吃，对，是的，还不能吃，太辣了。那个其实对我来说也有点太辣了。那你去了那个广东那边那么多次，那我们经常说吃和住都很重要。那住的方面，你是都是自己订酒店的吗？还是那个一开始是那个工厂的老板帮你的？那个一开始去中国的时候那个工厂老板他们的那个工厂旁边的那个酒店但是现在那个我已经习惯了已经完全可以自己解决这个事情了，是不是？对那现在你选什么样的酒店呢？我有那个会员卡
已经办了酒店的会员卡，知道那个西雅图等等的酒店全季酒店，全季酒店，对，全季，对，很有名的连锁酒店，对，对，是的，所以现在是不是只要去好，那我就继续住全季。对，是的啊，已经非常非常熟练了，是不是？对，已经非常熟练了，对，那就是除了订酒店，那你在酒店有没有体验过什么特别的服务，或者是说点外卖呀什么的这种让你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呢？那个在中国的话那个APP 的发展速度很快，对，是的，那让你惊讶的是什么？所以那个点外卖，然后那个叫滴滴，或者在那个淘宝上买东西，对，都可以。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西川真的是中国通，就是真的什么中国的那种各种 APP 都体验过了。那你是不是有你有一个专门的那个手机，就是全部都是中国的那个软件，是不是？对，是的，那就是你在点外卖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在中国点外卖，就有可能我害怕去接到那个外卖员的电话，你害怕吗？那个这点外卖还有那个滴滴叫滴滴，对，是的，是，所以我一开始用那个这样的那个 APP 的时候，以前那个我的那个中文的那个水平还不高，接电话的时候很紧张的，对，很紧张，是的，接电话的时候很紧张，对，然后那你是怎么克服这种紧张的心态呢？就只管接，还是什么？对，然后那个中国人的那个一部分的人那个说中文的那个速度好快，对，然后那个比较那个年龄大的人说的那个中文是应该有口音有方言，对，是的，所以就更加困难了，是不是？对，是的，那你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继续学中文，然后慢慢的就听懂更多了，还是什么？学中文以后那个一个星期、2个星期一次那个看那个中国的那个电视剧，对，或者那个用那个 APP 练习聊天，对，去跟中国人聊天，是的，对，所以那个习惯很重要的。对，我也觉得，我在学日语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为了学日语，我看了很多的不是 APP 看了很多的电视剧，对，好，所以就是在不断的练习的过程中，然后发现自己能够听懂的中文越来越多了，是不是？然后对，像现在的话，基本上可以做到全中文交流，所以真的很厉害。对，那你在打车的时候，就是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让你觉得特别的或者是搞笑的事情呢？或者那个中国的滴滴的体验怎么样？我的话，我觉得有时候体验不好，有时候那个车里很臭，有时候那个车还不错，你觉得呢？那个叫滴滴的时候是那个在用滴滴的话时候那个线那个先什么线选择不同的那个车，是不是专车、快车还是什么？不是那个
需要选那个目的地吧？对，先选目的地。我想去那个万达广场但是那个我错了。别的那个万达广场，我选择了别的万达广场，因为一个城市它可能有2-3个万达广场，对，对，是的，然后怎么办了？那个我到那个目的地我的朋友那个打电话给我，你在哪？你在哪？对，我在那个星巴克前面的，他也是，我也在星巴克前面样子。对，是不是有一种我们在不同的时空吗？天哪，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一个人在外国的时候很容易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对。但是那个外国人来说很方便那个移动的那个那个用滴滴或者其他的软件也有吧？对，是你是说对外国人来说就是打车用这样的 APP 打车很方便，是不是？对，是的，对，所以基本上很多人到中国都是用滴滴，是的。那我想到了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扫码支付，现在基本上到处都是扫码，你已经习惯了吗？这就那个我不能那个习惯因为那个日本人一般的那个日本人没有在中国国内那个银行的账户吧？对，所以我一开始时候那个用那个日本的那个信用卡，然后那个扫码支付。对，那样的话就是你只能付钱，但是你不能就是那种互相转账，就是有一点点麻烦的，是不是？对，是的。但是那个比如说那个便利店咖啡店然后那个万达广场样子的那个广场里面的店的话可以用那个信用卡的那个扫码。对，但是那个一般的那个小餐厅那个小吃店的话不支持那个信用卡支付的。对，那样的话就有点麻烦。是的，对，所以能用，但是有那个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能用，是吧？对，是的。我现在在中国国内有在中国银行中国的银行里面开设了银行账户，所以现在就已经完全没问题了，是不是？完全没问题。对，非常方便。是的，非常方便。对，那然后就是你在广东的时候，让你觉得那个你比较喜欢的菜有没有？有那个我最喜欢的那个最喜欢的一道菜一道菜是那个叫那个八刀汤。八刀汤，大家知道吗？其实我还没有喝过八刀汤。对，是的，八刀汤是那个很清淡的那个汤里面有那个猪肉的。对，很清淡的那个汤里面有猪肉的，所以就是喝起来应该也那个味道很不错。然后呢，它又不是那么的油腻，然后比较清淡，比较符合日本人的胃口，还有特别符合西川老板的胃口，是不是？对但是那个应该那个日本人大家都喜欢的那个味道。对，是的，我也觉得就是粤菜的话，应该是日本人比较喜欢的。还有我觉得就是我住的地方江浙沪的那个菜，应该也是会比较符合日本人的胃口的。但是其他的很多地方就是可能会有点咸，有点辣，然后可能会对日本人来说就太重口了，有可能。对，是的，那
我们再说一说你的学习中文的这个感受吧。就是你在最开始学习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尴尬的事情？中文的发音，发音那个比较难一点的。对，所有人都说发音很难，对，是的，对，那个比如说那个日本的话，那个日本人说日本的话，日本，对，是的，我是日本人这样的感觉吧，对，那然后还有那个4和10是不是？这种，对，然后10，对，完全不一样的。是的，对，那你说错过吗？那个因为那个我刚刚开始去中国大陆的时候我去了深圳的华强北是那个电子的商城，对，电子商城在中国很有名，对，对，那时候我买东西的时候，我问这个多少钱一样的，那个老板对我说这个10块，10块，你听成了4块吗？我给他4块，对，10块，对，是的，4块10块，到底是几块呢？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对日本的朋友介绍那个就是生煎包yakisoronbo 的那个这个生煎包是什么馅儿的，然后呢我对他说这个是黑比这听起来太可怕了吧？然后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意识到，不对，不是黑 B， 是 AB， 是虾仁儿，对，虾仁馅儿虾仁馅儿的生煎包。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这种尴尬又搞笑的事情。对，那个就是日语的话呢，我觉得是比中文更礼貌的，然后就是有很多的敬语的这个感觉。然后那你会不会就是在说中文的时候，一开始就表现得非常有礼貌啊？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啊，请说，这种你会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时期吗？有这样的那个体验过。对，就是他们会说你不要，你太客气了，是不是？对，是的，对，所以其实中文的话，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不需要用太多的礼貌的这个表达，然后就是作为一个学习中文的一个senpai，一个前辈，西川老板，对，你有没有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觉得在中国，你在中国的时候，你说的最有用的一句话。我最有用的那个一句话是不辣的都可以。不辣的都可以。好，确实是，真的，日本人不能吃辣的这个印象又加深了，不辣的都可以。这个，我没想到是这样的一句话，所以，真的是很实用。对，但是，对，在广州的话还可以，是不是？很多广州菜都是不辣的，对。不然我的朋友的老板是那个重庆人，还有那个哇，然后湖南人也好多哇，对，那个他们的话那个从日本来朋友，从日本来的朋友，我想请他吃我觉得好吃的菜，对，那个肯定那个选那个自己的那个本地菜吧。对，是的，自己的家乡菜，对，我觉得我的家乡菜很好吃，对，
对，是的，对，所以这句话对于不能吃辣的外国人来说，很有用，是的，很有用，对，非常的感谢西川社长，今天的这一期通过你的介绍，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来自日本的老板在中国的一些经历，还有学习中文的一个心得体会等等，所以虽然今天王总没来，但是我们的访谈还是很精彩的，谢谢西川社长。对，那是的，你说的很好，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日本老板在中国如何做生意还有就是大家有什么想问西川社长的，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吧。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关注加评论，谢谢大家，谢谢。然后那接下来就是下期预告，那下期的话呢，就是王总，被开除的王总回来了，又把王总请回来了，那我们会邀请中国的老板王总和日本的老板西川社长一起讨论一下这个关于中国商务的一个话题。那我们看一看这个两个老板分别有什么样的想法，他们会不会battle一下对，那大家有什么想要听他们讨论的话题，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下一期的时候他们会先讨论在中国做生意是专业更重要还是关系更重要。那西川社长你准备好了吗？你觉得什么最重要呢？对，那我们下期再见吧。谢谢西川社长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谢谢大家。